种下了自由的种子，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带走了故乡的尘土，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前路漫长，却不离不弃，风沙吹我脸颊，越痛越向前而去，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任水送走这别离，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奔跑，迎接着风雨，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这一次，我们是康生同志亲自指派，来到绥德地区，督导这次的房间审干工作。哎呀，一堆的事儿啊，就等着你回来。习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来来来，坐，正好我们一块儿聊聊。来，大家欢迎习书记。来，习书记。哎，你怎么坐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顾林同志来啊，你这个布置，真是让人似曾相识啊！你们先出去一下。是。习书记，我们把桌椅摆成这样，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你是知道的。前一段时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你应该去参加了吧？我参加了，习书记还在会上做了发言，我都记着。我也做了深刻的检讨，我向那些肃反时期受冤受害的同志诚恳地道歉了。仅仅是检讨和道歉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实际行动，让以前的错误不要再重演。习书记，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变化，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这一次房间审干工作，是掌握了一定证据才来办案的。好，一定要掌握证据才能办案。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肃反的悲剧绝不能在绥德再重演，绝不能抓到一点鸡毛蒜皮就把人屈打成招。房间审干无小事，在习书记眼里有可能是鸡毛蒜皮的事，可在我顾林眼里，那就是蛛丝马迹。这也是我顾林党性的体现。我希望习书记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你是老革命了，关键时刻要有党性。说得好，要讲党性。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党性。根据中央指示，房间审干工作还是要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明天召开的动员大会，也是绥德地委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个会啊，我来主持。
组长，还审你也没输吧？明天地委呢要在我们学校开大会，之前给你们布置的任务都记好了。记好了。明天的桌子椅子是我们俩。标语是我们俩。好，舞台布置。行，那你们明天要提前到达会场，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检查好，要确保万无一失。好。小丽，哎，你跟梅初明天挂横幅的时候，梅初呢？又被带去审问了。这没完没了了。你去喊他一下，就说我找他有事儿。好，行，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各自准备一下吧。好。齐新同志，宋书记，说件事，这次大会呢，习书记也要出席，还要做动员讲话呢。习书记要来？是啊，你做工作既踏实又细致，这次会议的记录工作就由你来担任，怎么样？是，保证完成任务。好，哎，坐下说。习书记呢，这次是专门为了学校的审干工作来的。自从工作组进入绥市以来，搞得学校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齐新同志，你们几个呢，既是党员，又是学生干部，平时注意一定要多关心同学们，绝不能让大家被歪风邪气裹挟走。宋书记，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学生经常会被无缘无故的拉走审问，还不让他们回家，家长们都已经开始有意见了。相信习书记一定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另外，这段时间呢，习书记会在绥市办公，你们啊有什么问题，一定向他多请示、多汇报。是。好，我还要去忙别的事儿，你们抓紧时间准备啊。好。大家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我宣布，绥德师范房间审干工作大会现在开始。我们有请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给我们讲话。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绥德呀，因为曾经受过何绍南的反动统治，历史上确实遗留下了不少问题，而且很复杂。应该说呀，确实有一些个别的特务分子混迹在了我们干部队伍和群众当中。而绥师呢，是陕北第一个党团组织建立的地方，革命传统悠久。但随后的国民党统治，又让一些师生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有一些错误倾向。那么要清除掉这些错误认识，纯洁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这是很有必要的呀。但是，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绥师的审干运动已经严重的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出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甚至还出现了逼供信、假坦白的情况。依我看，这样的审干不仅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更是对我党的长期发展的利益有所损害。
房间审干是中央的部署，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做到实事求是。而现在啊，这种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以逼供信的方式来审干，我看这就是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这种行为是丧失党性、丧失民心民意的。古林同志，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要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把握好方向，谨慎决策。有的同志啊，时时刻刻把党性挂在嘴边。那么我想问，什么是党性呢？啊？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且啊，我更想提醒我们的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更加要防止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损失，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完全脱离实际。也就是说呀，不管我们奋斗多年的成果，一有左的偏向，用不了多久，就把一切败得精光。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不要怕，也请大家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虽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我们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纠正处理。习书记好。哎，习书记好。哎，习书记。哎。习书记，你今天在动员会上的发言，严重违背了中央的政策。
你这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啊！你这是原则问题，你知道吗？少扣帽子！我们的做法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倒是你，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习书记，你是不知道，敌人在绥德地区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去，把刘国秀带来。是。我今天以中央反内奸斗争专委会绥德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把你请来，就是想让你看一下绥德师范的真实情况。你还蒙在鼓里。习书记，来，请坐。进去。刘国秀，坐下。把你的特务史说一遍。我坦白，求求你们放我回家吧。说完了就可以回家。我不是已经说过2遍了吗？那你就再说第3遍，当着地委领导的面。我的语文老师，他把我发展成了特务，他是3军团的团员。他问我，你想不想加入？我说我听老师的，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大特务，我就跟着成了小特务。行了，不要说了。小同学，你不要怕。我问你什么，你就一五一十、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好不好？你今年有多大？12岁。哪里人？就是绥德本地人。那你离开过绥德没有？你说你的老师是特务，把你发展成了小特务。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阮定生。那你怎么确定你的老师是特务？你知道3青团是什么吗？不知道。顾组长，他一个12岁的孩子，绥德都没有离开过，你们怎么判定他是特务？12岁，8岁的特务我都抓过。习书记，我们一直争取国统区的年轻人，敌人也不傻呀，敌人也在不断的向我们内部渗透。他连3青团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他是3青团团员？是不是3青团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要做了特务该做的事儿，破坏了革命，他就是特务啊。他做了什么破坏革命的事情？这儿你自己看，都在这儿写着呢。这有什么意义？你跟我说这有什么意义？这么小的孩子被你们打成这样，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你们简直是胡闹、荒唐！孙叔在，派人把他送回家去。好。等等，站住！习书记，你现在犯了严重的组织纪律行为。我在纠正你的错误。我再次提醒你，坊间审干
必须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出任何问题，我来负责。站住！这是命令。走，把他带回家。麻烦你们几个把他护送回家啊！去，把聂梅初带来。是。你不相信刘国秀这么小能当特务，我就带一个年龄大的来。习书记，你不知道，绥德师范都已经变成国民党特务。好啊，我等着看。好。不要来人了！我坦白，我要坦白。坦白什么？说具体点。我坦白，我是特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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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聂，我是特务，我是特务。你不要哭。你叫聂梅初对吧？你的情况，我还是很清楚的。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你的政治前途，甚至是生命，所以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不能乱说。我是特务。小聂，习书记呀，你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他的舅舅钱为仁，在延安已经被抓捕了，已经证明就是个大特务。这一点我已经跟康生同志证实过了，他自己也承认了。你说，是不是你舅舅让你加入特务组织的？说。聂梅初投奔延安，途经关中的时候，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且材料里说他是在西安监狱加入的特务组织，你又说他是通过他舅舅钱为仁才加入的特务组织，你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可信吗？习书记呀，他是特务，特务都会精心伪装的。他自己都说了，你怎么还不信呢？你什么立场啊？小聂，你跟我说实话，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你看着我。你不要怕，你就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他们打我，让我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但我真的没有背叛，我不想这么说。他们还不让我睡觉。这又一个屈打成招。孙建初，习书记，安排人把他送回宿舍去。明白。习仲勋，你擅自放人，你要为此事负全部责任。我告诉你，我必须跟康生同志反映你的问题。不劳你大驾，我会亲自向康生同志汇报情况。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我看到这次运动的情况。所有事情，我来负责。
宋书记，我跟聂梅淑同学是一个宿舍的，我们把她送回去。好，辛苦你们了。来，这位同学，你等一下。一定把她照顾好啊。你叫什么名字？习书记，我叫齐鑫。啊，习书记，他是和聂梅初一起从延安来的选调生，也是秋34级班的党支部书记。好，齐鑫同志，聂梅淑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她，安慰她，让她相信党。党组织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出任何问题，直接找我。快去吧。顾连同志，我再次提醒你，请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我现在以绥德地委的名义要求你，马上把所有学生移交给我们。同志们，经过这2天，我们对具体情况的掌握和了解，房间审勘工作在我们绥德地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尤其是绥德师范，闹的是人人要过关，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已经到了非下决心纠正不可的地步了。今天召开这个会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问题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然后回答大家的质问。回答不上来的，一律作为特务嫌疑分子看待。这一下子弄出来那么多嫌疑分子，这太吓人了。现在全校师生不被怀疑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出现了对党不满、要闹事的动向。这个顾林的工作组还在变本加厉啊，还声称要彻底端掉绥师这个特务窝。这次绥师审干的起因是出现了黑头帖子以及教师杨典被石头打伤事件。顾林就是抓住这2件事，到处说特务很猖狂。我始终觉得这2件事的发生啊，都很蹊跷。习书记，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的彻底调查一下，查明真相，给大家一个说法。大家还有吗？杨初同志这个建议很好。延安啊，有一位叫布鲁的同志，是侦破特务案件的一位专家，我们可以把他请到绥德来，好好把这2个案子侦破一下。黄仁同志，你跟杨初同志在学校，一定要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保护起来，一定要把住这一关。好，明白。我会马上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反映这个问题，要对所有受到错误审查和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笑一个娃！你们非要说他是特务，他是个啥特务嘛？还打得他浑身都是伤。就是，把人家凶手交出来！你不要叫校长，对，要验他！大家冷静，乡亲们，冷静一下。乡亲们，你们要相信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他们一定会把你们孩子的问题给搞清楚的。相信你们相信啥呢？刘婶儿，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我亲耳听见习书记说，你们家刘国秀他不是特务，而且也是他亲自让人把刘国秀同学给送回家的。你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相信习书记，一定会把问题给解决好的。不行，
我们要见习书记。对，要见习书记。乡亲们，都冷静一下，安静，冷静。乡亲们，老乡们都安静，都冷静一下，乡亲们都冷静一下。习书记过来了，习书记来了。习书记，乡党们，对不住你们了。这次绥德师范确实搞得过火了，伤害了很多咱无辜的娃。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给大家赔礼道歉了。请大家放心，也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纠正这个错误，一定给大家每一个家长一个交代。这尽快是多久嘛？对，就是啊，对呀。各位家长，大家尽可以放心，习书记已经命令了，采取措施把孩子们都保护好，制止一切的过火行为。这样吧，我呢安排了一间教室，大家可以跟我进来，我会安排孩子们和各位家长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场向习书记和我进行反映，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全力的帮你们解决，好不好啊？好，孩子可以。来，孩子，来，跟我进来吧。哎，往这边走。好，各位家长往这边走啊。好，都进来吧。慢点，大山。秦同志，习书记，你今天表现很好，谢谢你。习书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先去帮忙。好。杨老师，哎呀，如果你呢是在这儿被袭击的话，这个打你的人呢，应该就在这附近啊。是，根据我的目测，10米。那个南瓜，这个距离如果一个石头打过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现场可以实验实验，好吧？如果这么近的距离这个石头打中你的话，应该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伤了吧？这可能是个女特务，她力气比较小。女特务好。我是觉得呢，你这个更像是近距离受的伤，我还要再做个实验，来，这是什么意思，罗处长？自己砸呀，这不合适吧？不合适，自己砸，不合适那我帮你好吧？来，这砸呀，不能砸，砸，为什么不能砸？这砸坏了，这就。是我错了，是我一时糊涂。我之前在国民党当过兵，这沈干的一来，我就怕很多事情他就说不清楚，于是我就用左手写了黑头帖子，以为这样就能查不到我。我还制造了被特务打伤的假象，以此来转移视线，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个程度啊！杨天有句老话叫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倒好你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脑袋。你知道你连累了多少人吗？是我错了。是我不是人，是我不是人，是我不是人。
啊，秘书长，书记这是又一晚上没睡啊？嗯。那你赶紧回屋休息吧，我进去看看。齐书记，我是安志文。哟，志文啊，这么早啊？哪有您早啊？您这是又挑灯夜战了吧？哎，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这是我呀，给中央和毛主席写的报告，让我看看。这么长啊？有太多话想向主席和中央反映了。随师啊，贴黑头帖子和打石头的事情已经彻底查清楚，跟特务就没有任何关系。来，谢谢。可是却被他们拿来大做文章，这问题很严重啊。回顾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一切就会及时制止。有些工作做，习书记，您这个报告，我是越看越心惊啊。为啥这么说？您写的这些，太大胆，太直接了。这是实事求是嘛，我觉得写的还不够呢。你觉得是哪句说的不对吗？说的都对，只是这个措辞上，能不能再婉转一些？我是担心，这个报告要是交上去了，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利用了。那不怕，我们要相信中央。你这样，你就把这个报告啊派专人送到延安去，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是。对钟勋同志，我是了解的。对中央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啊。绥德前期出现了点问题，责任主要是在中央。现在绥德地委的做法就很客观，中央要下发一个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是原则。对于弄错的或冤枉的，要给予平反。好了，主席。习书记，你看这份材料更详细一些。报告。请进啊，齐新同志。习书记、宋书记，我来汇报一下关于聂梅初同学的平反材料。顾组长说他不签字。为什么？这证明材料是确凿无疑的，他凭什么不签啊？他说梅初是随时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他还进过国民党监狱，他担不起这个责任。真是顽固不化。你给我，我来签。我来承担这个责任。谢谢习书记，我一定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梅初。齐新同志啊，不仅仅是聂梅初，所有被冤枉的同学，我们都要给人家平反，并且要去亲自致歉，求得人家的原谅。因为这不仅仅关乎到每一个当事人，更关乎到我们党的利益。所以我们都要更加倍的努力去工作，去赢回群众对我们失去的信任。习书记，您说的真好，我要好好向您学习。我们相互学习，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好。各位老师、同学们、家长们，关于这次审干工作，驻绥德工作组的抢救运动犯了极其严重的左的错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对于这次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中央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改变和调整。而对于他们的过激做法，我们没能及时掌握，并且制止他们的错误行为，绥德地委以及我本人都有责任。
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向大家做深刻的检讨，并且诚恳向大家道歉。叶秘书同学，刘国秀同学，以及我们所有受了冤屈的同学们，你们蒙受了巨大的冤屈，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折磨。我代表绥德地委，以及我习仲勋本人，向你们道歉。并且我向大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我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路边的小花在摇曳，摸一把泥土的温暖。当清风拂过我的脸，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冬日走进了山，雪花划破眉间，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荒漠扬起的沙，狂风刺进双眼，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所以你燃烧自己，升起了炊烟，守着我的家园，抚慰每片屋檐，把眷恋化成了期盼。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每当清风拂面，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每